九清，我带小锦来看你了，她今年5岁，长得很像你。腿又肿了，生生，生孩子太辛苦了，我们就只生这一个，等孩子出生了，我就去结扎。九清，你说宝宝还有2个月就出生了，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好？如果是男孩，就叫他怀瑾；如果是女孩，就叫他怀瑜，取自怀瑾握瑜这个典故，寓意美好、珍贵。生生，你都快生了，九清怎么放你一个人在家里啊？他要给宝宝赚奶粉钱嘛，他说下周就开始休产假，陪我待产。我接个电话。嗨，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，产家破产，老爷被打伤了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生生，如果你着急的话，你可以先回国，你留个信给我，我帮你转交给九清。对，留信，你帮我把信给九清，告诉他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。不要离开我，生生，我现在就去找你，不许你离开我，不许！九清怎么会这么着急啊？我不是留了信说处理完事情就回去吗？是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战小姐吗？是。这里是京大航空，傅九清先生乘坐的 H366航班坠机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战事破产，老爷他跳楼了！九清，5年了。如果我当年回国之前先去找你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出事？Can you feel it coming in the air tonight? Oh Lord, oh no. 哥，你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再给小锦扫墓，马上回去。小姐，给你爸爸磕个头。妈妈，我看到活着的爸爸了，他在那儿。小姐，你看错了，爸爸那么爱我们，他要是活着，怎么会不回来找我们呢？妈妈，我真的看到活着的爸爸了，他跟墓碑上的爸爸长得一模一样。小姐，爸爸变成天上的星星在守护着我们呢，乖，给爸爸磕头啊！张小姐，这块墓地你已经欠费半年了，再不还钱，我们就只能将你丈夫的骨灰盒请出去了。您再宽限几天，月底。3天再不还钱，我们就把这块墓地进行法拍，一块墓地20万，你分期就算了，还逾期，你是不是想白嫖啊？
好，我会尽快还清的。墓地贷款逾期，房租要交，小简的手术费还没有凑齐，今天一定要多推销几瓶酒，多挣点钱。男生，至尊 VIP 来了个神秘权贵，出手阔绰，但特难伺候。你不是缺钱吗？要不你去试试？好，我试试。副总，您找的人有消息了，资料我发到您的手机上。等待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。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。小晴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，你还活着！生生他留下这封离婚协议书，他就走了，他还打掉了你们的孩子。他说他后悔嫁给你这种穷小子了。不可能，生生不可能抛弃我，更不可能打掉我们的孩子。九晴。怎么，看到我没死，你很失望？怎么会？这么多年，你活着为什么不来找我呀？你是不是在怪我当年没等你就先回来了？找你！我当年像狗一样求着你别离开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你是不是在怨我？没有跟你说一声就回来了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我给你留心了的呀。你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真让人恶心。这些年我对你只有恨，我只想把你加诸给我的痛苦，千倍万倍的还给你。傅爷，这妞子惹你生气了？我帮你教训教训她。哎，你过来倒酒。哎，倒酒得有倒酒的样子吧？跪下的。就因为当初我没当面和他说一声就回国了，他就这么恨我，还任由别人羞辱我。怎么不想买酒了？小简的手术费还没有凑齐，还要交房租。为了小简的手术费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傅爷，看到了吧？就是一臭陪酒的。哎呀，他惹咱生气，咱有多少方法可以搞死他？你看现在啊，为了多卖一瓶酒，我让他跪，他不得乖乖跪下给您倒酒吗？这种贱奴，
就是摇尾乞怜的狗。现在能在这跪着给您倒酒，待会儿我让他嘴对嘴的喂咱们喝。九清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管你，别自作多情了。 돌이킬 수 없다는 것에 不是卖酒吗？ 어느새 把这些 낯설어진 말투에 아픔도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啊？要这么羞辱我？ In the sky 生生他留下这封离婚协议书，他就走了，还打掉了你们的孩子，有点后悔嫁给你这种穷小子了。你有没有考虑过？考虑你？那你考虑过我的孩子吗？什么？什么？你自己做了什么心知肚明？还在怨我当年一个人回国，那会儿家里出了事情。 微柔，你在家里乖乖等我，我马上回去。柔儿，他活着这么多年却不来找我和凯子，原来是有了新欢。 Why do you still stay? Promise not let you down. I know you don't want to let me go. Don't say that I'm right next to you. Close your eyes. For my shadow to fly away. 傅先生，你满意了吗？请不打扰傅总和新欢恩爱了。再见。难道是我让你走了吗？ 说，副总，城西的项目谈下来了，方总约您。项目的事先别提了，查一下战南生的地址。副总，战小姐就住在前面的小区了。查一下怎么回事。好的，副总。妈妈，我们再找不到地方，今晚是不是就要睡桥洞了？不会的，妈妈呢，今晚先带你去住旅馆，明天一早妈妈就去找房子，好不好？知道了。副总，房东把房子卖了，战小姐也被赶了出来。 10倍价格把房子买下来，让他住回去。喂，真的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回去，谢谢你啊，小姐。新的房东叔叔跟我说，我们可以回去住了，走，回家。副总，您现在是战小姐的新房东了，您看要不要去找她签一份新的租房合同啊？ 妈妈，我们这次回来还会被赶出去吗？不会了，新房东叔叔说呀。战小姐，我们是新房东，来找你签一下新合同。你可以回去了。
糟了，新房东竟然是傅九清，他如今有了新欢，还恨我入骨。如果知道小锦的存在，一定会抢走的。不，绝对不行！妈妈，我为什么要藏起来？讨债的来了，小锦千万不能出声，听到了吗？好的，妈妈。战南生，开门！怎么这么久不开门？屋里藏野男人了？傅先生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的生活与你无关。女朋友？你是说柔儿吗？对，她就是我。傅总既然有女朋友了，那就请尽快签了合同，离开吧。这么晚，传出点花边新闻，有失体面。怎么这么着急赶我出去珍藏野男？妈妈，要。放人！如今他已有新人相伴，对我更是恨意难消，一定不能让他发现小姐我就是有新男人了。怎么，你能有新欢，我就不能有新人？我倒要看看这个野男人到底是谁！你今天来找我，不就是为了想睡我吗？我让你睡。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来体谅的不执着。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你人尽可夫的样子真灵巧，我心脏只剩下结果，可惜没如果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！你别吓妈妈，小姐！温宁，这次又麻烦你了。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么多，当务之急是小简的病要紧。手术费你凑齐了吗？手术费我再凑了，一定会凑够的。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生病了？还我吗？你穿成这样的确也不像生病的样子。怎么，生意那么好，医院都有你想好的？跟你没有关系，让开。怎么没有关系？你这些年受的罪，自然要千倍百倍的还给你。你还活着的意义就是忏悔，而不是到处的揽客卖身。傅九清，你别把别人都想得那么龌龊。我只是来看个病人而已。
为何留不住你手心的温暖？为何想不起我原来的勇敢？命运太草率，让我们相遇又分开。检查完了。那我带你去吃饭。好。对不起，经理。你又迟到了，下次再迟到你就别来了。对不起，经理。这就是他的新女朋友吗？明明是我为何偏偏还要期待呢？柔儿，你先去那边等。业务真繁忙，请副总不要打扰我的工作。柔儿想听昨日重现，你弹给她听。你让我给你的新女友弹琴？傅九清，我做了什么呀，让你这么羞辱我？你自己知道，不能被她这副可怜的样子骗了。她抛下车祸重伤的我，打掉了我们的孩子，我对她只有恨。你老实给柔儿弹琴，不然我有100种方式让你丢掉工作。好，好。翻过山巅，跟我扮鬼脸，黑夜问白天，谢谢的时间。你不必再羞辱我，我会离开这座城市，永远消失。身旁已有新人选，我们没有必要再见面了。谁允许你走啊？副总羞辱我还没羞辱够。柔儿缺一个保姆，你留下来给她当保姆。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傅九清，你让我给你女朋友做保姆？你不是缺钱吗？100万，留下来给柔儿做保姆，不比你出去卖的钱。小简的手术费还差30万。好。谢谢了时间，弄红了双眼，往事的光圈，每一瞬间都很绝。那跑过去的昼夜，是孤独的修炼。说再见，不如忘掉那句再见。你走吧，我不会让生生嫁给你这穷困潦倒的废物。见不到他，我不走。不走，那你就在雨中跪着等吧。不好意思，下雨堵车。你来迟了，我该怎么罚你呢？我想起来了，你们战家的人最喜欢让人在雨里跪着。
那就罚你跪在雨中吧。傅九七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一次次的这么羞辱我？还有脸问？当年你抛下我，扔下离婚协议书，还亲手打掉了我们的孩子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离婚协议？什么打掉孩子？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他已经7个月大了，他什么都掌权了，你怎么忍心杀掉他？战南生，我真恨不得杀了你，让你给我们孩子赔罪。不是卖酒，把这些都喝了。你人尽可夫的样子真脸颊，我嫌脏。有人想听昨日？我的梦狠狠真真的话去说。傅九七，你如今家人在侧，我受够了你的折磨。从齐小姐手术后，你将会彻底离开。哥，他就是你一直在找的人，因为害怕他离开，所以你才用保姆协议留住他，对吗？我的事你不用管。哥，他已经在雨中跪了2个小时了，再这样下去他会出事的。舍不舍得爱一瞬杀了我们的孩子，死不足惜。谁输谁赢？哥，他昏倒了。是你在我心里刻下了道擦不掉美丽的疤。来人，去医院！雪清，你恨我会离开，休想！必须留下来，孩子受罪。你许的承诺，医生，医生，还算吗？那剩下。怎么样了？病人长期营养不良，受冷引发高烧，如果高烧一直不退，就会有生命危险，家属做好准备。生命危险！傅九清，你活着为什么这么久不来找生生？你知不知道生生和孩子？别跟我提孩子！我孩子7个月了，被他活生生打掉，他该死！你胡说什么？你的孩子一直和生生生活在一起。你看，这是生生和孩子的照片。温医生，小朋友吵着要找妈妈，找战小姐，我就带她过来了。他就是我和生生的孩子。爸爸，他就是我和生生的孩子。爸爸，他要新欢了，我不能让他知道儿子的存在，我不能让他抢走小姐。妈妈，他是不是我的？他不是。可温宁说，他就是你给我生的儿子。他是我领养的孤儿。战南生，你最好不要骗我！
你若不信，大可以自己去做 DNA 测验。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？甄家破产后，生生这几年都不好过。我以为我那样说，你就可以善待他。他把我的孩子化成了一滩血水，我善待他。你最好赶快养好你的病手，柔儿还等着你给他当保姆伺候。妈妈为什么要撒谎，还要给这个叔叔当保姆？难道这个叔叔是债主，他要抢我抵债？妈妈，我想回病房。让护士姐姐带你回房间休息好不好？好的，妈妈。宁愿收养一个孤儿，也要杀掉我们的孩子。我没有，你放开！亲眼所见，你还想狡辩？傅九庆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生生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他当年得知你坠机出事后，为了找你，差点劳累而死。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想狡辩？傅九庆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生生？你知不知道，他当年得知你飞机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在一手别离，还在爱你，缘分竟然抹去你离去。生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傅九清他有别的女人，他会把小简抢走的。我念我求你，保我保命好不好？好，你去看看小简吧，她吓得不轻。妈妈，刚刚那个叔叔是爸爸吗？不是，只是长得像。那他是债主吗？不是的，是妈妈以前的一个朋友。可是他对妈妈好凶，妈妈，他会不会欺负你啊？不会的，他只是长得凶。学长，还没下班？下班前来看看你和小姐，你的烧已经退了，明天可以出院了。谢谢你，学长。什么在我的眼前，总有预感将要下雨。就算走在人群里，也觉得你是特地来接我出院的吗？刚好路过，上车。在你的眼睛，我看不到你的疼惜。柔儿最近身子弱，再喝中药，忌口的多。你要在她的饮食上多费心思。好。 차갑게 남겨진 이야기 그때의 모든 게 난 선물에 曾经五谷不分的大小姐，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才会落魄到如此地步？少阳， 얼마나 더 너를 上哪了？ 이렇게 바라만 보며 혼자 你是在关心我？ 이 바보 같은 사랑 이 거지 같은 拿医药箱来。是。关心你，
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只是怕你的血弄脏厨房。我自己能清理。别乱动，弄脏了衣服也是你自己清理。傅九清，要是你身边没有别的女人就好，这样我就能告诉你，我们有儿子。你眼中深情的对白，如烟花短暂，心事人终归不是爱。回忆在倒带，要怎么释怀？学着放下，却陷入无限循环。可你眼中无情的厨房的工作不适合你，去熨衣服。顺其自然，随冷风消散。别过了这么久，我终于发现。哥哥竟然在下厨，他上次下厨还是我过生日的时候，难道是因为战小姐？准备吃饭。好。战南生，柔儿小姐请你去餐厅。哦，好。吃鱼。好。战小姐，过来一起吃啊！不合规矩，您跟副总慢用，我先把剩下的衣服熨完。不识好歹，别管他。吃鱼。他把对我的好都给了他人，爱情于我不过是镜花水月，一场梦。等我把小简的手术费凑齐，我就离开。你怎么来我房间了？别说话。我要睡觉了。阿让，你给我出去！小姐，你别闹，让妈妈睡一会儿。小姐，那孩子叫小姐吗？她会不会是……
帮我查一份 DNA。九清，九清，我好想你。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我总梦到你回来找我，我总梦到你对我说你爱我。九清，只是你要离开我，还得逞强，一直都在假装，装作爱人模样。Oh no, oh no, 막연올랐어 모든 걸 밝힐 spotlight 잘 봐 비밀의 문 아래 진실。 你只要留下一封离婚协议书就走了，还打掉了孩子。她很后悔嫁给你这种穷小子。他抛弃了我，还杀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一定不能再心软。九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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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清。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看清楚了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的床。我怎么会在你房间啊？你昨晚喝醉了，跑到我房间勾引我。不可能，我连你房间钥匙都没有。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把你安排在我隔壁的。我喝醉了，不是故意要到你房间来的。我可以进来吗？他都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怎么还有脸躺在他的床上？So goodbye, don't cry and smile. 하루 이 혼자 걷는 것 같은 기분에 네가 와줄 것 같았어 원망도 했어。 哥，这佛宫，我记得你当年去寺庙求了2尊，一尊给我，另一尊给了心爱的人。你手上的是战小姐的吧？是你把她安排在我隔壁的。是啊，我替你着急。这佛宫他至今还带着，说明他对你一定还有感情。当年的事，或许他真的有苦衷呢。无论什么原因，都不是他打掉孩子的理由。哥，你还是查一查吧。柔儿，那孩子已经7个月大了，是他亲手杀了的，没有办法原谅他。那待会儿下楼吃早餐吧。可以用早餐了。早上被你搬来信不想吃，把午餐送到公司。
你笨手笨脚的，从今天开始，厨房的事不用你管。柔儿小姐，可以用早餐了。你是不是很爱他？我也爱他。战难时拿到钱给小锦做完手术就离开，你不能做小三。您想多了，我只是一个家庭保姆，仅此而已。家庭保姆也有追求爱的权利。中午你去公司给我哥哥送饭。我来给你送午饭。不是连我和孩子都不要吗？怎么还留这个？九清很爱他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必须死心。看起来还值点钱，想着以后若是有天吃不上饭了，就拿去卖掉。也是，一个连孩子都不要的女人，更何况深爱着我呢？战南生，你的骨气呢？你就这么爱干伺候人的活吗？保姆不就是伺候人的？不疼吗？死人！你应该很忙，我就先不打扰了。事情查清楚了吗？副总，那孩子发烧了，温医生一直寸步不离的跟着，我根本没有机会拿到孩子的基因样本。我亲自去的。喂，生生，小景发烧了，你赶紧回来一趟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小姐，你一定要快快好起来，妈妈不能没有你。不是领养的吗？为什么会这么痛苦？难道他真的有什么苦衷？是我错怪他了吗？小姐，妈妈很快就能筹到你做手术的钱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等你康复，我们就离开这里，离开你爸爸。副总，江院长已经在等你了。好，医院扩建的事我可以答应，但你需要帮我做一件小事。副总，您吩咐。帮我做一份 DNA 鉴定，那孩子是你们医院的患者。好的，今天就给您安排。不能让他发现我。战南生，工作日跑出来偷懒，我想好了再编。小姐，妈妈很快就能筹到你做手术的钱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有急用。生生，学长，找我有事吗？温宁说小景的情况不太好，手术费还没凑齐，你还差多少？学长和温宁他们刚买了婚房，我不能再跟他们借钱了。手术费已经筹得差不多了，谢谢学长。宋医生，
有台急症手术需要你。好，师生，遇到情况不要着急，我们随时都在。好，我先去忙。你要借多少？你愿意借给我？我要30万。可以，但要付利息。隔壁就是酒店。是。隔壁就是酒店。是吗？小姐的手术不能再拖了，可是我不能对不起她的女朋友。傅九清，你不愿意借钱给我可以直说，我找别人借，我不卖。怎么，我的钱没有宋医生的好钱？至少学长不会羞辱我。还有，我的私事与你无关。从来不过地心傀儡，要如何解读永恒与不朽的作陪？如钻石生辉无瑕的不完美，偏偏易碎跌落成灰，满身狼狈，何必假作谦卑？战南生，你给我听好了！你杀了我的孩子，你就是我们傅家的罪人。在你赎罪之前，不许轻易离开。否则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。求你不要动文牛和学长。当好你的保姆，他们自会相安无事。坐下来一起吃吧。就算再难，我也不能失去做人的底线。他女朋友那么好，我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。不了，这不合规矩。让他坐下一起吃嘛。他让你做你就做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他前妻。昨晚上你们还睡在一张床上。柔儿，你今天话可是有点多，好好吃饭。哥哥，你为什么要让他误会我们的关系？哥哥，她是你妹妹。副总，妻子鉴定报告出来了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有事先出去一趟。你真的是他妹妹？是啊，不然我为什么帮你啊？原来傅柔只是九清的妹妹，那我要不要告诉九清真相？柔儿小姐，我找你哥有点事儿，你先慢用。单小姐，我听说你收养了个儿子，刚刚那份亲子鉴定，该不会是……怎么回事？傅九清若是真的做了小姐的亲子鉴定，结果不应该是这样。放心吧，孩子的事情我会解释清楚的。讲清楚，你儿子难道真的是……九清，九清，九清，我有话对你说，九清。副总，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。不用管他，开车。是。九清，今天那个 DNA 报告是不是你跟小姐的呀？小姐，你肯定是我求你了，小姐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那份 DNA 报告肯定有问题，小姐她就是你。
太真。那份 DNA 报告肯定是假的，那份 DNA 报告是你的感。师傅，追上前面那辆车。好。这么晚了，九清来医院干什么？生生，温宁，你有没有看到傅九清？我看到他往那边去了，那边是院长办公室。生生，你是一路追过来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温宁，我误会她了，芙蓉是她妹妹，我已经错过她5年了，我要告诉她真相。好，快去吧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九清是我的，当年我能拆散你们俩，现在我依然能。小姐，九清，别伤害他，他是你的孩子，他是你的孩子。生生，走。真的是你呀！我还以为认错了呢。芷若，你回国了？九清没有告诉你吗？我们快要订婚了。订婚？我们的孩子都3岁了，早就应该回国结婚了。副总好帅啊，好羡慕他的未婚妻啊！我听说副总的未婚妻是江院长的外甥女啊！听说他们俩都要结婚了呢！天哪！恭喜！我看你好像还有事，我舅舅找我有点事情，晚点再来找你叙旧啊。好。如影随形，有了勇气就让哭泣埋藏过去，去写一场历史，名字叫奇迹。越过恐惧，就像火炬。小姐，小姐。像，这也太像了。像什么？像您啊，这简直一模一样。叔叔，谢谢你送我回病房，不然我就迷路了。我到底是怎么了？他又不是我儿子，我为什么会觉得他很可爱？以后不许再乱跑，听到了吗？知道了。叔叔，妈妈说你是她的朋友，
你可不可以不要欺负妈妈？她很在意你，常常对着你的照片落泪。落泪？因为跟我爸爸长得很像，但是妈妈说他变成星星了。像你爸爸？你爸爸是谁？我爸爸是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刚刚有没有摔到哪儿？妈妈，我没事，叔叔是好人，是叔叔送我回来的，不然我就走丢了。我们的孩子都3岁了，早就应该回国结婚了。谢谢你，副总。小朋友说他爸爸很像吗？小景从小就没有爸爸，做梦都想有个爸爸，所以见到谁都爱说。无奈你我牵过手，没成疏。他这么晚来医院，就是为了坚强植入，是商量婚事吗？副总，您这么着急见我，有事吗？九清，你怎么回国了？我听说你妹妹肝衰，在找合适的供体，我来试试。你有心了。江院长，这份报告有没有问题？舅舅，我马上就要回国了，您一定要帮我，千万不能把真的检验结果给傅九清。副总，整个 DNA 的实验过程我全程参与了，不可能有问题的。我知道了。小景就麻烦你照顾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，温医生跟孙医生已经叮嘱过我了。谢谢。谢谢。
手术，早日离开了。明知道这学长，你下班了？我刚值完班，走吧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坐公车很方便的，还有末班车呢。太晚了，不安全。还好我也顺路，走吧。好。来，慢点。学长，我到了。今天谢谢你了。生生，你是我学妹，又是宁宁的好朋友，跟我不用这么见外。晚安。晚安。放开我！等待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好好结。我不借你钱就出去勾引别的野男人，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摸你了，亲你了，还是睡你了？学长是好人，你侮辱我可以，请不要侮辱他。这么维护他，他真是你的骗子。傅九庆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是舍不得打你，那就由你的姘头承受这一切吧。什么意思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帮你。不需要。已经不需要回答。冬天的雪在下，将我的心蒸发。如果爱可以放下，为何那么多挣扎？那冷风烙心如刀割，仿佛爱的惩罚。处理好，副总可以走了。做我的女人，这里面的钱都是你的。九清没有告诉你吗？我们快要订婚了。做你的女人，以什么身份？情妇吗？以什么身份？情妇吗？九清，你还是没办法原谅生生，对吗？可惜了，要不是他狠心，
你们的孩子都已经5岁了，不能这么快心软原谅他。想做富太太，你配吗？无论是情妇还是富太太，我都不稀罕。李管家，那块墓地帮我卖了吧。詹小姐，坐下一起吃吧。她是保姆，不是客人。我吃好了，下午的时候接你去医院。好。柔儿小姐，我今天上午有些事情，可以请个假吗？我的病恐怕治不好了，上午去看看墓地吧。可以，我刚好也要出门。谢谢。怎么才10万？不应该是20万吗？你是二手墓，能卖10万都不错了。嘿嘿。哥哥，怎么会是哥哥的遗像？傅小姐，你眼光是真好啊！此墓地依山傍水，藏风聚气呀。前墓主是谁？叫战南生，他是贷款葬夫。最近他儿子住院了，所以才买墓。他人呢？刚走。快追！现在已经有了10万，先去医院交押金吧，剩下的再想办法。哥，詹南生贷款给你买了墓，他一定很爱你，你快去找他。你们在哪儿？他坐大巴车走了，他卖墓是为了给他儿子治病，现在应该去医院了。好。小姐，手术费的押金妈妈交好了，你马上就能手术了。妈妈，你养我一定很辛苦吧？要是爸爸还活着，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妈妈不辛苦，只要小姐好好的，妈妈做什么都不辛苦。妈妈，那个傅叔叔真的不是爸爸吗？是。可是他跟墓碑上的爸爸长得一模一样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是妈妈骗了你，他的确是你的爸爸，但是你们不能相认。战南生，他真的是我儿子，是我错怪了你吗？妈妈，是爸。傅总，有事吗？他真的是我儿子。九清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跟你妹妹配型成功了，护士跟我说你在这儿，我就过来找你了。男生，我跟九清还有事儿，晚点再来看你啊。你们忙。战南生，他到底是不是我儿子？九清，九清，我们赶紧过去吧，舅舅跟专家还在等着我们呢。你不担心柔儿的病情了吗？九清，我听说小朋友是生生领养的，他跟你们俩长得一点都不像，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？好，去江院长办公室。好。哼，战南生，你敢跟我抢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妈妈，刚刚那个女人是爸爸的女朋友吗？你是担心爸爸抢走我，所以才不让我跟爸爸相认吗？爸爸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我们……可是妈妈养我太辛苦了，爸爸应该养我。小姐，妈妈不能失去你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小姐很渴望父爱，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九清？九清，手术方案聊得很顺利，晚上是我接风宴，你来，我给你介绍肝胆专家邵医生。好。把战南生儿子手术费给缴了。好的，副总。喂，晚上早点回家，我找你有事。傅九清，你孩子是你领养的，那墓地呢？柔儿说你给我修了墓，修墓是不是因为你还爱我？你出现又幻灭是错觉，它让我迷失的光夜。那你呢？江芷若是你女朋友吗？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你吃醋了？我……战南生，我可不可以当你还爱着我？哥，江芷若打电话说让你去接风宴，她说邵医生已经到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拿好病历跟我一起去。我的病我自己清楚，治疗的意义不大。所以你就去买墓地。柔儿，你只是肝衰，又不是不治之症。那好吧。师生，今晚是我的接风宴，
我帮你引荐我舅舅，看看他能不能免了你儿子的手术费。啊，好，谢谢你啊。请出示邀请函。这我邀请函。请进。小姐，请出示您的邀请函。江小姐叫我来的，她没给我什么邀请函。你是今天第7个说是江小姐邀请来的，这里是高级会所，不是勾搭男人的夜店。去，赶紧滚！一副狐媚样，却没有邀请函，肯定啊是来勾引男人的，真不要脸！天哪，那是富士集团总裁的车，真的是富士总裁！停留在這分秒間，遺忘實際的界限，無意讓我得天哪，太子爺好帥啊！聽說他還是江小姐的未婚夫，好羨慕啊！副總，您來了。怎麼回事？這位小姐她沒有邀請函，她跟我一起的。对不起，副总，我不知道她是您的女伴。小姐，请进。啊，还不跟上？哦，谢谢你给我解围啊。副总不是江小姐的未婚夫吗？他怎么带那个狐妹子进去了？不知道，我们也快进去吧。好久不见啊！上次你推过那家店特别好。副总，江院长和邵医生在包厢，我领你过去吧。江芷若既然也邀请了你，那你就好好放松一下，我忙完来找你。好。战南生，你凭什么让九卿一直爱你？等你身败名裂后，看他还爱不爱你？战南生，你个臭婊子，勾引我老公，你还有脸来？你个臭婊子，勾引我老公，你还有脸来？根据刑法第246条，捏造虚假事实伤害他人名誉，情节严重者，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怎么，你想坐牢啊？珊珊是我朋友，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。江小姐，我不是故意挑事儿，他真的勾引我老公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要是没证据的话，我就报警抓你。我老公说了，他屁股上有一颗痣，一亲啊就会变红。莎莎，什么样的痣？方的还是圆？大的还是小的？长在左臀还是右臀？我哪知道？又不是我跟你有一腿。他不知道，我知道啊，因为我也是他的裙下之臣。莫西城，我就算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也绝看不上你这种垃圾。战南生又当婊子又立牌坊，他右边屁股上有颗痣。你要是想自证清白的话，就脱下来给大家看看呢！快脱呀！有什么不敢的呀？对呀，就是啊，张小姐，脱吧，脱吧，都是你的证人，都是证人，清白就脱，脱呀！哎呀，珊珊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，你们不要这么说她。江小姐，也就你心地善良，和他做朋友，小心他也勾搭你的未婚夫。就是，要不然莫少干嘛那样说？听说呀，他不仅在夜店卖酒，还卖身呢。受太心软了，
看来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真不容易，所以才会着了她的迷魂道。你，少少，你不会跟莫少真的在一起了吧？从来没有。看样子应该就是误会吧。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算了吧。江小姐，不可能误会，他就是不要脸。他的儿子是老男人的野种，他屁股上就是有颗痣。你侮辱我可以，不要侮辱我儿子。少少，有话好好说呀，怎么还动手了呢？他的孩子是个野种，他自己是个婊子，心虚了呗。这男生，你们各说各的，我们听的是云里雾里的，要不然你就委屈一下，脱给我们大家看，以证清白呗。就怕脱了也是丢人现眼。野种就是野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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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儿子不是野种，肯定是野种，野种，就是野种，别狡辩了。野种，儿子不是野种，他不是，他有父亲，他父亲他……哎，哪儿跑啊？不是要脱了自证清？别碰我！别碰我！真真，怎么给你脸了？妈的，谁敢当了？我来了，不怕。我儿子他不是野种，他不是，他不是。天哪！不是说副总是江小姐未婚夫吗？要我看，战南生才是副总的心头爱。嘘，小点声！你看江小姐那脸色多难看。谁给你的拐子？敢动我的女人？副总，我没有，我就是嘴欠，跟他开个玩笑。那我就给你个赎罪的机会，跪下道歉，求他原谅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乖，等收拾完这帮畜生，我们再回去。不想把事情弄大。谁刚刚揍他摇了？又有谁喊着要脱他衣服？主动道歉的话，我姑且可以原谅；若是不识好歹，就别怪我报复。战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嘴贱羞辱你，请你原谅我。嘴贱打嘴，打到他满意为止。战小姐，是我天性遥远，我不该诬陷你勾引我老公。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生生，都怪我没能及时阻止他们。你也有煽风点火的嫌疑吧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是故意的。九清，以我跟你的关系，我能害生生吗？或许是我误会了。生生，我本来是好意相邀，想让我舅舅免了你儿子的手术费的，都怪我把事情都搞砸了。不管是江家还是傅家，你们都惹不起。今天的事情可大可小，听懂了吗？生生，
他们都已经认错，知道自己错了。如果事情闹大下去，可能会不太好收场。你看看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就这么放过他？我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回家。我陪你。九清，我带生生去换条干净的裙子。不用。告诉江院长和邵医生，我有事先走。九清这么护我，是因为还爱着我。可大多故事结果，总是花开两朵，天各一方。你当众抱我，江芷若不会吃醋吗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她不是你女朋友吗？谁跟你说的？这搞半天，战小姐才是副总的真爱啊！吓死我了！还好我刚刚没有落井下石羞辱她。嘘，小点声。你看江小姐那脸色多难看。江芷若，他妈差点害死老子！是啊，芷若，你跟副总到底有没有订婚啊？当然，而且我们马上就会结婚。那他为什么护着战战胜来亲她，却一点面子都不给你？滚！都给我滚！我走了，战是什么？我们上女人不得好死！江芷若要不是你的未婚妻的话，你那么护我，是不是因为还爱着我？你那么护我，是不是因为还爱着我？你呢？对我还有感情吗？如果你对我还有感情的话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跟我复合，跟我复合。无论要多久多长多少，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女儿，我要调查清楚。我考虑考虑。你的手怎么受伤了？小伤，没事。去医院处理一下吧。也行，反正本来也要去接柔儿。柔儿小姐怎么了？她肠胃不舒服，打点滴去了。难怪她今天没有来宴会。喂，柔儿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先去陪妹妹吧，我也要去看小姐了。一切都诞生在漩涡。如果他还爱我，我可以接受他收养的孩子。也许我们以后会有属于自己的孩子。我像在鼓。生生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小姐的手术费已经缴清了，我们可以商量手术方案的事了。缴清了？我只交了10万的手术押金啊。是，副总下午让人缴的。你怎么没跟我说？你先去看小姐吧，晚点我去儿童病房找你。文宁，你说我要不要告诉他真相？为了小姐，觉得你应该争取。可是江芷若说他们俩已经有个3岁的女儿了，谁知道真假？再说他女儿需要父亲，难道小景就不需要吗？不怕，不哭了。既然以状难强，深以入局，我会调查清楚他们到底有没有女儿的。如果没有，我会尝试跟他复合。行，你决定就好。我们聊聊小景手术的事吧。好。
谢谢你啊。放心吧，小简的事儿就交给我了。奥特曼，喜欢吗？嗯，送你了。谢谢。叔叔，你的手怎么受伤了？疼不疼啊？小伤，没事儿。叔叔，我帮你呼一呼，呼一呼就不疼了。哦，你妈妈把你教得很好，你是个好孩子。叔叔，我妈妈藏了很多你的照片，她很爱你，你可不可以对她好一点？她还爱我吗？如果她还爱我，我是不是还有机会？秋晴为了护我叔叔，他们父子俩又相处得那么好，我应该为小锦争取。秋晴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也有话想跟你说。秋晴，我其实……妈妈，这是叔叔送给我的奥特曼。那你对叔叔说谢谢了吗？当然，叔叔还夸我是好孩子呢。今晚，谢谢你。别忘记心底深处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帮我解围，也谢谢你帮小锦交了手术费。就用嘴巴谢啊！我没有儿子，你当我干儿子好不好？怎么？他给我当干儿子，我对他视若己出，给他最好的医生和医疗条件，你不同意？我没有不愿意，其实小锦她就是你，我愿意。这样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我喜欢傅叔叔，他身上很温暖。如果没有不愿意，那我给你个机会跟我在一起，要不要？要不有时一念盛夏，会偶尔想我吗？可是江芷若告诉我，你们已经有女儿了。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哪来的女儿？那我愿意跟你在一起。机会就这一次，你自己好好珍惜。秋晴，我想告诉你，其实小锦她就是我。秋晴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舅舅看了你妹妹的最新检查报告，数据异常，你赶紧跟我走。好，等会让唐宋送你回去。你的意思是要尽快手术？傅小姐病情恶化，腹水严重，活体肝脏移植越早，希望就越大。傅总，芷若她随时可以捐肝救你妹妹，但我和她父母希望你能娶她。威胁我？你威胁我？秋晴，救你妹妹，我自然是心甘情愿的。舅舅怎么能提这种要求呢？傅总，我膝下无子，就芷若这一个晚辈，我视她为己出。她身体弱，活体移植风险那么高，我要为她做打算的。我不会娶。九清，傅九清他油盐不进，看来你的傅太太之位恐怕要落空了。哼，傅柔今天晚上不是办住院了吗？你偷偷给她加点什么药，造成她快死的假证，我就不信傅九清她不答应。佩琴的事继续找。傅总，
华夏移植配型库汇集全国捐献者信息，或许还有希望。抓钱。你妹妹到底生了什么病啊？你不用担心，好好休息。我想帮你。让我抱一会儿，就是帮我。好。小姐的手术定在了哪一天？明天上午9点。好，到时候我陪你一起。嗯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先去睡。嗯。傅柔病得很重吗？我要是能帮上他就好了。妈妈，爸爸，等我手术好了，我们一家3口就永远在一起。你叫我什么？爸爸呀，干爸也是爸爸呀。虽然你不是我的儿子，但我会将你视若己出。不怕，爸爸和妈妈在外面等你。嗯。秋秋，小姐，他其实就是九清，不好了，你妹妹她呕血了，伤生说呕血是临床危机状况。走，小姐这里有我，快去看妹妹吧。好。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哪来的女儿？看来当年的事就是江芷若所为。温娘，手术顺利吗？做的微创很顺利，不过需要在监护室观察2天，1周后就可以顺利出院了。好。副总，你妹妹这个情况不能再拖了。除了娶江芷若，其他条件我都答应。副总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芷若她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一个依靠，这也是我和她父母唯一的条件。你呢？也是这个态度。九清，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落井下石的人吗？当年生生抛弃你，打掉了你的孩子，你在去找他的路上发生重大车祸，是我在你旁边不离不弃的照顾你，你就这么想我吗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不
不要离开我，生生，我现在就去找你，不许你离开我，不许。去机场！你别说了！不要去机场！别说了！我考虑考虑。副总，听说你认祖归宗，回到傅家以前，都是你妹妹打工赚钱，供你读书，你就这么忍心看到你妹妹香消玉殒吗？条件我都答应了，什么时候手术？等你和芷若完成订婚仪式。生生，我跟九清很快就要订婚了，到时候你来观礼呀。你们之间根本没有女儿，我不相信他会去。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她现在是我的。当年的事儿是不是你？生生，你该不会觉得他还爱着你吧？半年前，他跟我求婚了，我拒绝了，他就很生气，所以找你来刺激我。你呀，只是我们婚礼中的一环，听明白了吗？我不能相信江芷若，我得亲自去问傅九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卡里有1000万，是副总对你和孩子的一点心意。不过，你不能再留在这儿了。你真的要跟江芷若订婚吗？是，我很快就会和江芷若订婚。等小锦出狱，你就带她离开。那我呢？在你心里，我究竟算什么呀？唐宋，送她走。张小姐，您的卡。不必了，不期待就不会有伤害。我跟他之间到此为止。妈妈，爸爸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我们真的要去机场了吗？爸爸他就要结婚了，我们不能再打扰他了。詹小姐，我哥他是为了救我，不得已才答应和江芷若订婚的。什么意思？我肝衰，需要活体移植才能救命。江芷若和我配型成功了。张小姐，您和傅氏千金傅柔配型十分成功。如果您还有意向捐赠的话，我们华夏机构将奖励您10万元。您之前不是说您缺钱吗？您看，你们会不会是弄错了？据说配型成功的是江芷若。我们不可能搞错的。大数据显示，只有您和傅小姐匹配成功了。江芷若就是个骗子，
我哥今天和他订婚，你快去阻拦！你帮我把小锦交给温宁照顾一下。好，你快去阻拦他们。哎，你说今天是江小姐和副总的订婚典礼，你们猜展南生会不会来？他来干什么？来丢人现眼吗？他就是个三儿，是江小姐和副总 play 中的一环呢。我听说啊，那战男生已经被副总从别墅里给赶出去了呢。不要脸的小三，活该被赶出去。好有气质，太美了吧！天哪！江小姐，你好漂亮啊！是啊，江小姐，你今天真美。江小姐，你和副总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那战男生跟你比啊，差远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生生他是我的朋友，你们不要这么说他。今天是江小姐的订婚大喜，我们就不要提战男生那个贱人了，晦气。战男生可真不要脸，他竟然真敢来！谁说不是啊？生生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你订婚大喜，我怎能不到？生生，你从小什么都跟我抢，可是九清他是我的未婚夫，你能不能吃点廉耻，不要跟我抢啊？抢？他是你的未婚夫，那我又是谁？战男生，我劝你要点脸吧，怎么当小三儿还这么拽？就是，副总马上就来了，我劝你啊，识相点，赶紧滚，要不然被副总扫地出门，那可就不好看了。生生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喜欢九清，可是九清他已经明显拒绝过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一直缠着九清啊？江小姐，你跟这种人还废什么话呀？要是我，早就让保镖给他轰出去了。对啊，保镖，把这不要脸的东西让出去。战男生，既然你这么无耻，那就对不住了。保镖，把他轰出去。究竟谁无耻？谁是小三？天哪，他什么时候和副总结婚的？是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江小姐，不会你才是这个小三吧？战男生，你居然为了跟我抢九清，连结婚证你都造假！来人，抓住他！你在干什么？副总来了，九清，你怎么来了？妹妹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。你不该来，带她回去。你不能跟她订婚。别闹，乖。九清，订婚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等仪式结束，我就陪你去医院。邵医生还在等。华夏移植配型库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他们说大数据显示只有我跟傅柔小姐是配型成功的，所以你一直在欺骗傅九清。我没有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1个月前，我为了给小锦凑手术费，去华夏移植配型库进行了相关数据匹配。若是配型成功，我能获得一笔酬劳。江芷若，你要点脸吧！战男生和副总都已经结婚了，你还不择手段的去抢他？就是做小三，不要脸，吃相难看，我们都被他给骗了。他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不是小三，我不是小三。江芷若，到底背着我干了多少恶毒的事？九清，我跟你妹妹傅柔配型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华夏机构跟我舅舅医院的数据库并不相同，你相信我。
九清，订婚取消，不会娶你，自己好自为之。九清，你不能抛下我。我爱的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变过，别再来找我烦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等我吗？副总，傅小姐又吐血了。柔儿病情恶化了，我们去医院。好。真不要脸！这么不要脸，太不要脸了！江芷若，原来你才是那个小三儿啊！真不要脸！走，我们才不要跟这种垃圾来往！嘿，滚！都给我滚！战南生，傅九清，我让你们跟我一样痛不欲生！我要杀了你们的儿子！啊！我可以活体一直救他，他会平安的。生生，谢谢你，我不该这么多年都不来找你。当年战家破产，我母亲逼我回国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离开你。学长，听说你之前是柔儿的主治医生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傅小姐的检查报告有问题。什么意思？肝衰患者禁止使用抗凝治疗，而傅小姐最近的检查报告当中显示，她一直在使用肝素，所以有人在谋害傅小姐。无论是谁，都要把他揪出来。我怀疑这件事情与江芷若和江院长有关。找死！我们报警吧。好。芷若，你赶紧出国吧，副总已经怀疑我们了。哼，不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，让傅九清和战南生这对狗男女下地狱。舅舅，我得不到的，我就要把它给毁了。到。江建国，你现在涉嫌故意伤害罪、非法行医罪，还有滥用职权罪，现在对你依法进行逮捕，跟我们走。走。小杂种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上路的。你妈妈很快就会来陪你了。医生说了，柔儿只要能挺过今晚，就脱离生命危险了。谢谢你，生生。你先去温妮那儿接小锦吧，我怕她等着急了。好。温妮，你醒醒！你快醒醒！怎么了？小锦呢？小锦呢？生生，快叫小锦！小锦让那个疯女人迷魂带走了。妈妈，江芷若，江芷若，
你的目标是我，你想我怎样都行，我求你别动我的孩子。贱人，你现在就过来找我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报警的话，我现在就烧死你儿子！我发誓，我绝对不报警。把地址给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你敢报警，我现在就烧死他！我说到做到的。莎莎，江芷若那个女人已经疯了，不能自己一个人去。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快！江芷若绑架了小姐，她要烧死生生和小姐，你快去救他们！陈南生，小锦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我也不许你们有任何的闪失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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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！战南生，小锦在那儿，你放了小锦，我任由你处置。想见他呀？好啊。这是什么？死太容易了，我要让你死的身败名裂。喝了它，我就让你去见那个野种。然后见到小姐我就喝。姐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小姐，喝，不然我就烧死你！放了我儿子，急什么？傅九卿不是爱你吗？你要是被男人搞烂，他还爱你吗？江芷若，你侮辱我可不可以放了我儿子？给我好好招待战小姐。废！妈妈，我们会不会死？爸爸怎么还不来救我们？小姐，别怕，有妈妈在。我们现在玩个游戏好不好？你在血里默数1000个数，我们就能回家了。好的，妈妈。战南生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嘴硬啊？5年前，是不是你骗了九卿，说我留下离婚协议，还打掉孩子，抛弃了他？是我。
不仅如此啊，你儿子的 DNA 报告也是我搞的鬼。我终于承认，可惜啊，你费尽心思，到头来只能换来他的厌恶。他从始至终只爱我。战南胜，我杀了你！江芷若，江芷若，舍生，傅有心，别过来，否则我杀了他！哀秋小姐，爸爸，救我！小姐起药。江芷若，你别乱来！傅九清，从头到尾，你有没有爱过我？从头到尾，我爱的人只有战南生，对你只有厌恶。别过来，否则我杀了他！不许动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走！秋清，这一切都是江芷若搞的鬼，是她伪造了离婚协议书，还修改了 DNA 结果。相信就是你的孩子。相信就是你的孩子。爱又如何？原来小姐，人不需要天分，真的是我儿子，他是我们的孩子。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了你。先生，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副总，爸爸妈妈会不会有事？小姐，爸爸给你保证，妈妈不会有事。你有没有被吓到？有没有受伤？小姐很勇敢，没有被吓到，也没有受伤。好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妈妈说我的名字出自怀瑾握鱼的典故，所以我叫傅怀瑾。你说宝宝还有2个月就出生了，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好？我想到了，如果是男孩呢，就叫他怀瑾；如果是女孩，就叫他怀瑜，取自怀瑾握鱼这个典故，寓意美好。爸爸，你的手疼不疼啊？爸爸见到你很开心。
爸爸不得。走。妈妈有没有事？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已经没事了，只是麻药还没退。那就好。江芷若，如果不是你，我跟生生就不会被活活拆散5年。我和小姐也不会父子相见不相识。我要你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先把小姐送回家，我去趟派出所。好的，副总。九晴，当年你车祸是我在床前照顾了你半年之久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不是来保释我的啊，九晴？你做梦！听清楚了，我会让你把牢底坐穿，死也只能烂死在牢里。九晴！生生，我们因为误会整整错过了5年。这些年你独自承受压力和痛苦，抚养我们的孩子。你愿意再给我一次弥补你的机会吗？再嫁我一次，可以吗？再嫁我一次，可以吗？我愿意。哇哦！妈妈答应求婚了，小姐终于有家有爸爸妈妈了。臭小子！宝贝，去给爸爸妈妈送戒指。好的，小姑。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爸爸妈妈，戒指在这。
给